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奇喵，欢迎来到摸摸鱼摸玩俱乐部。最近简直就是补款的高峰啊！今天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刚到手的大货成品，由 InArt Action 出品的黑神话悟空1:12比例可动人偶10元。模型原本外包装都是有牛皮纸运输盒的，这里就不展示了。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依旧遵循了之前的1:12黑神话系列的盒子风格，通体是黑色的，正面则是产品的相关文字和一个像素风格的10元峰会。动作向前扶手还是挺有张力的。然后打开看一下内容物。打开盒子过后有3版内容物，可以看到包装还是很大的一块。第一版内容物为模型主体和3对手型，第二版内容物为地台和支架，第3版有一个呲牙的头雕，一对安身法特效键和定身法特效键，其次是一个1分为2的石棒。模型原本在主体和石棒身上都是有防蹭色薄膜的，这边因为我拿出来玩了一遍啊，所以是没有的。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还原度。10元作为游戏后期的强力变身，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压迫感的角色。InArt 这次在皮肤表面的石头质感和整体的左右不对称形态，加上体型和肌肉关节部分的把控，确实把那种无魂无魄、执念不灭的蛮荒感做了出来。当然，按照原设地比例的形象还原肯定是很大的。这里取用的是变身状态下的1:12比例，人偶高度在20厘米左右，肩宽和胸肌的轮廓非常魁梧，哪怕只是站姿也能感受到那种毁天灭地的力量感。全身的岩石纹理雕刻是挺有亮点的，从皮肤的风化裂纹、氧化的旧化涂装，层次感做得很足，不同部位的岩石质地也有区分，胸口的肌理偏光滑，再到腹部与侧腰的外观都很通明，是隐约能看到一些肌理质感的。关节处的裂缝很深，石卵骨骼化形的那种残破感都通过涂装和纹理表现了出来，这一点我是能给到很高的分数的。这里对比后可以发现，模型的素体左右并非完全对称，比如胸口的左右区别，还有肩胛、大臂、双腿的石头走势都是不同的，手臂的毛发走向、石纹分布也是有差异的，这一点倒是很贴合原设定啊，甚至避免了工业化量产的僵硬感。尾巴是一体成型的软胶件，表面有毛发纹理，没有额外的安装孔位，既能活动角度又不会破坏整体的造型完整度，这一点设计很贴心啊。只是在衔接处这里可以看到一点微小的穿帮，并且可以发现以往的内件铁丝的零件都会有2个塞铁丝的孔洞，而这一次在10元的尾巴上就没有看到这个设定，优化的不赖。然后说一下头雕部分啊，这次配备了2颗替换头，一颗是沉稳的怒目表情，另一颗是呲牙的愤怒表情。2颗头雕的毛发都刻画得很细致，发丝走向蓬松自然，脸颊上的裂纹也做了还原，眼睛的涂装锐利有杀气。不过之前看测评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提到啊，要是多了一颗张嘴怒吼的表情，那野性张力会更强一些。在后脑勺部分也是针对于可动做出了防穿帮的零件，这点考虑的比较恰当。其次在整体身形方面，如肘关节或者膝关节，甚至连手腕的设计包裹感都比较严实，不像往 AC 学分的呀特别严重的关节感，因为在这些部分都做出了特殊的设计，而不是统一的调用，效果非常好。然后再说到配件方面，这次配件给的很足啊，基本覆盖了游戏里10元的特征和玩法。首先是除了本体握拳手以外的3对手型，分别是张开手、放松手和握持手。手型的表面有青筋和皮肤纹理的刻画，在关节和骨头的阴影也有涂装，造型非常真实还原。然后是一根石棍，棍棒以2合1的形式进行收纳的，通过中间的装口进行合并，分量很足，表面的风化纹理和熔岩效果涂装和人偶的实质质感完美呼应啊。颜色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有些太黄了，参演红色的话反而有一些岩浆的感觉，会更有力量感。棍棒的边缘有个孔洞，配合握持手型的装位，可以很结实的握在手中，双手握持的匹配度很高，抡棍举棍的动作都能稳稳的 hold 住。最后是2对全是特效键啊，特效键的材质偏软，造型上左右是不统一的，通过本身的柔韧度可以装在手臂上，不需要特定的装孔去进行扶持，这一点创意不错。安装把持过后就能还原游戏里的攻击效果，装上之后也不会显得突兀，造型这方面拿捏到位。最后在模型的可动展示和总结中作为视频的结尾。首先作为一款可动模型啊，10元在原作中的造型就比较特殊，既要凸显力量感又要兼容可动，那还原造型和把玩自由度之间就必须找到一个不错的平衡点。全身采用了嵌套式的关节工艺，隐藏了大部分的关节缝，比如腋下、肩胛这些位置都做了防穿帮的处理，活动起来就不会破坏整体的造型。在去除肩胛过后，可以看到肩部侧抬的幅度很大，在特定的角度可以做到非常大的活动效果，能轻易摆出大幅度的动作，腰部有一定的旋转和仰视角度，方便摆出张力十足的战斗姿态。但是由于身体结构和各个关节之间的形态并不顺畅啊，所以在调整姿态时需要注意观察，以达到最大的可动限度。人偶整体重量偏沉，加上实质涂装的仿画纹理，握在手里的手感是扎实的。再来说一下这款模型的优点啊，实质纹理和旧化涂装还原的很到位，整体质感在同比例里属于第一梯队了。其次是关节隐藏性做得很好，可动度足够支撑大部分的大张力的动作姿势。配件相对丰富，特效件和武器的适配度很高，并且在素体上做出了比如取消尾巴铁丝穿孔时留下的造型破坏的设计，看得出是有进步的。
再来说一下不足啊，首先头雕的表情区别不是很大，缺少愤怒张嘴的表情，情绪的表现稍微弱了一些，有些地方比如二头肌或者是胯部因为造型不规则的缘故，所以可动幅度受限，部分动作摆起来会有点局限。作为1:12的模型而非1:6啊，如果你是黑神话悟空的死忠粉，想要一款还原游戏设定的10元霸气姿势，又有一定的把玩度的成品模型，那这款 InArt Arc 型的10元是可以纳入考虑范围的。但是如果你对可动性并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或者是更偏向于收藏静态雕像，那它可能就不是最优解了。毕竟1:12的可动的关节设计注定没法做到雕像级别的完整造型，只能等一下看后面会不会出1:6了。另外也可以蹲一下大货的玩家的实物分享图或者二手市场的价格波动，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再注定入手时机。目前这款的定价我看好多有券的情况下400出头是可以入手的，还是相当不错。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我的视频能对你的模型购买提供到帮助啊！如果你对这款模型还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是欧奇喵，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我们下期再见。